全身慢性发炎如何影响我们罹患癌症的风险，以及哈佛大学最新研究揭示的6类抗炎食物。你可能不知道，体内长期隐伏的发炎反应其实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癌症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而幸运的是，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就能成为最简单有效的武器。调整饮食是最容易入手的改善方式，尤其是那些便宜、常见但效果惊人的食物，就算再穷也一定要舍得吃。接下来我将以故事的方式一一揭开这6种食物的神奇面纱，带你穿越科学发现的时间轴，看看它们如何悄悄帮我们对抗炎症，预防癌症的发生。第一个要登场的主角是我们常拿来当甜点的小点心，它色彩缤纷，看起来娇小甜美，但千万别被外表骗了。事实上，莓果是当之无愧的抗炎小巨人。早在数百年前，不同文化中就流传着莓果入药的故事。美洲原住民用蔓越莓对抗感染，东方则有传统将枸杞这类红色小果泡茶补身。然而，科学家真正揭开莓果秘密是近几十年的事。故事得从20世纪末开始，研究人员发现，莓果鲜艳的红紫色来自一种特殊的植化素——花青素。在实验室的试管中，花青素展现出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能够清除损伤细胞的自由基。科学家开始猜想，莓果是否能在人体内对抗慢性发炎，甚至抑制癌细胞的生长。时间进入21世纪，答案逐渐浮出水面。一项国际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指出，经常食用蓝莓、草莓等莓果的人，体内的发炎指标，例如 C 反应蛋白，明显较低。更令人惊喜的是，2009年在英国进行的一项试验中，科学家让结直肠癌病人连续1周每天服用高浓度的越橘提取物，结果发现患者肿瘤组织中的癌细胞生长速率降低了约 7%， 还出现了更多癌细胞凋亡的迹象。短短7天，莓果精华就对人体肿瘤产生了生物学上的影响。虽然这只是一项小型试验，但它提供了令人振奋的证据。莓果中丰富的花青素等成分可能直接干预肿瘤的血管生成和增殖。随着研究推进，莓果的健康价值越来越明朗。我们现在知道，莓果不仅可以降低心脏病、中风等慢性疾病风险，还能保护细胞 DNA， 避免癌变。花青素在细胞层面上具有抗发炎效果，能调节免疫系统反应，减少促发炎物质的产生。同时，莓果中的维生素 C 和其他抗氧化剂也帮助中和体内有害的氧化压力。简单来说，每天一把莓果，就像给身体穿上一层防护衣，帮助我们熄灭体内的慢性火苗，避免炎症这片温床滋养出癌症的野火。说到这里，你可能担心莓果价格昂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有许多平价选择，当季草莓、蓝莓在盛产时价格亲民，购买冷冻莓果也经济实惠，而且营养几乎不打折扣。甚至我们中华文化常用的枸杞也是一种富含花青素与类胡萝卜素的隐形莓果。每天早餐燕麦拌上一把蓝莓，或者泡一壶枸杞红枣茶，都是让你轻松摄取莓果营养的好方法。此外，像樱桃这样的其他深色水果也富含与莓果类似的花青素，而橘子、葡萄柚等柑橘类水果更是维生素 C 和类黄酮的宝库，同样能帮助降低炎症，预防癌变。这些小小的水果蕴藏着大大的健康密码，千万别小看它们。接下来出场的是绿叶蔬菜，这或许是大家从小就被大人叮嘱要多吃的食物，但你可知道，绿叶蔬菜背后也有着扣人心弦的科学发现史。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世纪中叶，当时维生素的概念刚提出不久，科学家惊讶地发现，菠菜等深绿色蔬菜富含维生素 A、C、E 和 K， 还有铁、镁、钾等矿物质。这些营养素后来被证实都是抗氧化、抗发炎的重要角色。但真正让绿叶蔬菜名声大噪的是近年对于发炎指标和疾病风险的大型研究。202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为绿叶蔬菜的抗炎效果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证据。研究团队请有慢性炎症问题的受试者遵循一种名为 LIFE 饮食的餐单，其中重点之一就是每天大量摄取深色绿叶菜，如菠菜、羽衣、甘蓝、芥蓝、瑞士甜菜等。
追踪数月后，结果令人震撼，这些坚持大量吃绿叶菜的人，血液中的高敏 C 反应蛋白炎症程度的重要指标，从平均约7的高危水平降到了 1.75 左右，下降了将近3/4。如此明显的降幅意味着全身系统性发炎状态大为缓解。随着炎症降低，许多与慢性发炎相关的疾病风险，包括某些癌症，都有望同步下降。那么绿叶菜究竟靠什么在默默守护我们？秘密就在于它们极高的营养密度和丰富的植化素。首先，绿叶蔬菜是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的极佳来源。维生素 C 能帮助对抗发炎时产生的自由基，而贝塔胡萝卜素在体内可转化为维生素 A， 有助维持免疫系统的平衡。再者，像菠菜、甘蓝等蔬菜中还含有叶黄素等类胡萝卜素。研究显示，叶黄素不仅对眼睛有益，还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另外，别忘了绿叶菜里的叶酸，这种 B 族维生素对 DNA 修复至关重要。长期叶酸摄取充足，有助避免 DNA 突变，从而在细胞层面预防癌变。最后，绿叶菜纤维丰富，纤维能滋养我们肠道中的有益菌，促进它们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抗炎物质，进一步降低全身炎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支持绿色蔬菜的抗癌效应。以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为例，研究发现，经常摄取十字花科蔬菜如西兰花、甘蓝菜等的人群，大肠癌发生率明显低于蔬菜摄取不足者。这些深绿色蔬菜所含的硫代肽、糖体等物质，能促进体内解毒酵素活性，帮助我们清除致癌物质，减少致癌因子对细胞的伤害。另有研究指出，女性血液中类胡萝卜素含量高者，日后罹患乳癌的风险显著低于含量低者。可见多吃蔬菜水果能提供长远的防癌保护。因此，一盘看似平凡的青菜，其实是在为我们的细胞穿上防弹衣呢。值得一提的是，中医食疗里也常说某些蔬菜有清热作用，这和现代科学发现的抗炎效果不谋而合。例如苦瓜、冬瓜等被视为清热的食材，实际上它们所含的植物化合物也有助于降低体内炎症。绿叶蔬菜虽然不起眼，但正是这种药食同源理念的最佳例证。更棒的是，绿叶蔬菜几乎是最经济实惠的健康食物之一。菠菜、空心菜、芥蓝、地瓜叶，各种菜市场常见的绿叶菜，价格低廉，烹调容易。就算预算有限，每天餐桌上来一盘烫青菜或凉拌绿叶菜，都是对抗慢性发炎的明智投资。如果担心口味单调，不妨试试混合多种叶菜制作沙拉，或将菠菜加入水果奶昔，做成清爽的蔬菜果昔。绿叶菜的吃法丰富多样，重点是天天都要吃。别忘了，慢性发炎与癌症关系密切，而一把看似不起眼的青菜叶，其实可能就是阻止癌细胞萌芽的关键力量。第三类我们要介绍的食物来自汪洋大海，它们看似平凡，却蕴藏着对抗炎症的强大能量。这就是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各种深海鱼类。故事要从1970年代说起，当时2位丹麦医生远赴格陵兰岛，研究当地因纽特人奇低的心脏病发病率。他们惊讶地发现，虽然因纽特人饮食中充满海豹肉、鱼等高质食物，但他们的心血管却异常健康。深入调查后，一个答案浮现，原来鱼类中大量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在保护着它们。这项发现震惊医学界，从此开启了对 Omega-3 的广泛研究热潮。您是否注意到，日本人、冰岛人等多吃鱼的民族往往健康长寿？这绝非巧合。日本冲绳的100岁老人普遍一生中摄入丰富的鱼类，冰岛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也与他们饮食中鱼油丰富有关。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陆续揭示了 Omega-3 脂肪酸的抗发炎机制。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在对抗感染时，会释放一些促进炎症的分子，如前列腺素和白三烯，而 Omega-3 恰恰能抑制这些促炎物质的合成，还能转化为 Resolvin 类消炎介质，加速炎症消退。换句话说，吃鱼就像给身体提供了天然的消炎药。难怪在后来的大量研究中发现，经常吃鱼的人血液检查时发炎指标往往比较低。
例如有研究观察到，每周吃2次以上鲑鱼、青鱼、沙丁鱼等富含 Omega-3 鱼类的人，体内的 C 反应蛋白和白介素6水平都比很少吃鱼的人低，显示慢性发炎程度减轻。抗炎效果强大的鱼类和癌症风险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慢性发炎正是许多癌症发生的温床，而鱼油中的 Omega-3 能斩断这个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举例来说，结直肠癌的发生和长期肠道发炎息息相关。有流行病学统计发现，每天即使只增加吃约20克鱼，也就是2-3口的量，长期下来，结直肠癌的风险都略有降低。别小看这几个百分点的改变，对整个人口而言，意味着许多人避免了癌症的不幸。另一项针对乳腺癌的分析也指出，饮食中 Omega-3 脂肪酸比例较高的女性，罹患乳癌的几率较低。实验室研究甚至发现 Omega-3 能抑制肿瘤细胞内某些致癌基因的活化，并诱导癌细胞走向凋亡。简而言之，大海鱼类提供的可不仅是蛋白质，它们还暗藏着让癌症熄火的因子。对一般家庭来说，每周2到3餐鱼是值得养成的健康习惯。或许有人担心鱼类价格较高，但其实有许多平价选择，价格亲民的沙丁鱼、秋刀鱼、青鱼等都富含 Omega-3， 而小鱼干也是钙质和 Omega-3 的良好来源。买不到深海鱼、河湖淡水鱼、如鲤鱼、无锅鱼等 Omega-3 含量虽较低，但以这些鱼替换部分红肉也是有益无害的调整。如果预算有限，无法常吃鱼，也可以考虑摄取一些亚麻籽、紫苏籽或核桃等富含植物 Omega-3 的食材作为补充。当然，新鲜鱼获得的营养是最理想的。重点是记住，就算荷包紧，也别每顿饭都只吃高油高脂的肉类，试着用富含 Omega-3 的鱼来取代部分红肉，不仅抗炎抗癌，对心脏和大脑也大有裨益。第4类食物曾经一度被人们误解，但现代科学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说的正是坚果和种子。回想20世纪末，那时许多人对坚果敬而远之，因为坚果富含脂肪，大家担心吃了会发胖，不健康。然而1993年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上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研究人员调查了数万名民众的饮食，结果发现，经常吃坚果的人，心脏病发作率竟然比不吃坚果的人低将近1半。这惊人的结果让医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坚果的价值。随后的岁月里，更多好消息接踵而至。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长达30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每天吃一小把约28克坚果的人，不仅总死亡率较低，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降低了将近30%，连因癌症死亡的风险也下降了约1成左右。换言之，每天适量坚果的人比不吃坚果的人更长寿，也更不容易罹患癌症。更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坚果的益处不仅在预防阶段，在癌症患者中同样显著。例如，一项临床统计发现，结肠癌患者在治疗结束后，如果每周坚持吃几次坚果，日后癌症复发率和死亡率都比几乎不吃坚果的人来得低。这意味着坚果可能连已经形成的肿瘤都能带来抑制作用，令人十分惊奇。虽然其中机制尚待厘清，但这进一步佐证了坚果的健康威力。为什么小小一颗坚果有如此神奇的效果？科学家们找到了多方面的原因。坚果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是对心脏有益的好油脂，还提供大量的矿物质如镁、硒，参与免疫调节。坚果和种子里的膳食纤维也能滋养肠道益菌，帮助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让我们聚焦到抗癌层面。一系列研究显示，坚果中的抗氧化及抗发炎成分能降低某些癌症的发生率。比方说，经常吃核桃、杏仁的人，结直肠癌和胰脏癌的风险就较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亚麻籽这种种子，亚麻籽所含的 Omega-3 脂肪酸和木酚素非常丰富。2005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营养学家展开了一项令人称奇的临床试验，让一组新近确诊乳癌的女性每天吃25克亚麻籽掺在面包中，另一组则吃不含亚麻籽的对照面包。1个多月后，研究人员比较患者手术切除的肿瘤组织，结果发现
食用亚麻籽的患者肿瘤细胞增殖速率降低了约1/3，癌细胞的死亡率则提高了约30%。简单的饮食改变竟直接改变了肿瘤的生物标记。这项试验强而有力地证明了种子中的营养素可以抑制癌细胞活性。顺带一提，亚麻籽最好在食用前磨成粉末，才能充分释放其中的营养。若整颗吞下，营养可能直接随肠道通过而无法被吸收，那就可惜了。有了这些证据，我们再也不用害怕坚果的脂肪了。相反地，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坚果与种子的好处，将它们变成日常的抗炎小零食。坚果类如花生、杏仁、腰果、核桃；种子类如葵花籽、南瓜籽、奇亚籽、芝麻，选择多样且价格亲民。例如花生和葵花籽在市面上就相当便宜，一大包可以吃好久。午后感到饥饿时，不妨抓一把坚果代替饼干薯片，不仅满足口腹之欲，还提供满满的抗氧化物和优质油脂。早餐时撒一匙亚麻籽粉到燕麦粥里，或者在沙拉上撒点芝麻和南瓜籽，都能悄悄为你的身体加分。当然，尽管坚果脂肪属于好油，也要注意适量，一天1小把即可。总之，在有限的预算里，把零食钱花在坚果种子上，远比买甜点或油炸食品更值得。这可是穷人也吃得起的健康保险呢。现在登场的这位红色英雄，是每个家庭餐桌上的常客番茄。香甜多汁的番茄有一段曲折的身世。几百年前刚传入欧洲时，它被当成观赏植物，甚至有人误以为它有毒，而称它为狼桃。直到18世纪，欧洲人才开始广泛地把番茄当作食物来烹调。但谁也没料到，番茄真正的价值在20世纪末才被科学全面挖掘出来。1995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轰动一时。研究团队分析了数万名男性的饮食习惯，并追踪他们的前列腺健康。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那些每周吃超过10份番茄制品的男性，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很少吃番茄的人低了将近一半。即便是一周吃4到7份番茄制品的适中摄取者，前列腺癌风险也比不吃的人低了约20%。事实上，在哈佛研究之前，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就曾暗示番茄的保护力。南欧国家如意大利、希腊的男性前列腺癌发病率长期以来明显低于欧美其他地区。学者们推测，这与南欧饮食中富含番茄料理有关。如今，哈佛的数据印证了这点，让番茄从民间传言变成了科学实证的防癌利器。哈佛研究结果一出炉，媒体甚至打趣道：披萨竟然对你有益。一时间，番茄成了抗癌明星，引发人们热烈讨论。科学家很快找出了番茄发挥神奇功效的关键，那就是番茄中的茄红素。茄红素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类胡萝卜素，赋予番茄鲜红色泽。研究发现，茄红素能阻断自由基对细胞 DNA 的损伤，并且可能直接干扰癌细胞的生长过程。特别是在男性的前列腺组织中，茄红素浓度往往较高。这解释了为何番茄对预防前列腺癌效果突出。后续研究更显示，茄红素还能降低体内的某些发炎物质，例如发炎因子白介素6的水平在经常食用番茄的人体内有所下降，表示番茄可以减轻全身的慢性发炎状态。慢性发炎被视为癌症的诱因之一，而番茄恰恰降低了这种诱因的存在。番茄的抗癌潜力并不仅限于前列腺癌，一些研究暗示，经常吃番茄的人罹患肺癌、胃癌等癌症的风险也较低。在实验室里，茄红素被证明可以让多种癌细胞的生长变慢变弱。因此，从细胞实验到人口调查资料，番茄都展现了它作为平民食物中的抗癌高手的风范。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虽有茄红素补充剂出售，但直接从食物中摄取的效果更佳。番茄还包含许多其他有协同作用的营养素，单独补充茄红素不如吃下整颗番茄来得全面。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棒的是番茄物美价廉，取得容易。红彤彤的番茄不仅生吃爽口，入菜更是百搭。从家常的番茄炒蛋、番茄炖牛肉到清新的意大利番茄沙拉，我们都能轻松地把茄红素吃进肚里。而且别忘了，烹调番茄反而更营养。当番茄加热并与一点油脂一起烹调，
茄红素的释放和吸收率会大大增加。所以番茄罐头、番茄酱这类加工食品其实保留了番茄的营养精华，价格也很实惠，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有研究指出，长期将番茄纳入每日饮食的人，健康明显改善。因此，不论贫富，请务必在日常菜单中保留一道番茄料理。或许每一次咀筷吃下的番茄，都在默默帮你对抗着癌变的风险呢。终于来到第6样宝物，这不是某种蔬菜或谷物，而是一种金黄登登的液体橄榄油。自古希腊时代起，橄榄油就被誉为液体黄金，是地中海地区人民长寿健康的秘方之一。然而，橄榄油真正的医学价值要到现代才被科学证实。1950年代，著名的7国研究发现，盛产橄榄油的地中海国家如希腊、意大利，心脏病发生率远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研究带头人安塞尔·凯斯博士将此归功于地中海饮食。当地人以橄榄油为主要烹调用油，大量摄入蔬果、全谷和鱼类。这种饮食模式对心血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尽管当时尚未完全厘清橄榄油的机制，但它已经初露锋芒。时光快转到21世纪，科学家们陆续揭开了橄榄油蕴含的多种抗炎秘密。其中最知名的一项发现来自2005年，美国研究者发现初榨橄榄油中有种名为橄榄苦醇的多酚物质。入口时，橄榄苦醇会让喉咙感到一丝刺激辣喉，这种感觉其实跟常用的消炎止痛药布洛芬很相似。深入分析证实，橄榄苦醇在细胞实验中具备类似布洛芬的抗发炎作用，可以抑制环氧化酶的活性，减少发炎介质的生成。换句话说，每天摄取适量初榨橄榄油，相当于给身体一点温和的天然消炎药效。这个发现让人们恍然大悟，地中海饮食之所以有益健康，橄榄油功不可没。除了抗炎之外，橄榄油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对心血管非常友善，能降低坏胆固醇并提高好胆固醇。橄榄油中的多酚抗氧化剂，例如酚类和维生素 E， 也能保护血管内皮，防止慢性发炎损伤的累积。那么在抗癌方面呢？橄榄油同样有亮眼的表现。一项201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数千名中年女性中，遵循地中海饮食并额外摄取富足的初榨橄榄油者，罹患恶性乳癌的风险比低脂饮食对照组降低了60%以上。这是首次透过严格对照实验证实，橄榄油丰富的饮食对癌症具有明显的预防作用。同样地，2022年哈佛大学的一项大型分析也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数据。每天摄取超过半汤匙橄榄油的人，因癌症导致的死亡风险相比几乎不吃橄榄油的人降低了约1.5%。换言之，爱用橄榄油的人不仅心血管病较少，连癌症也不那么容易找上门。对很多中国家庭而言，橄榄油或许不是传统烹饪的首选油脂，但为了健康，真的值得一试。其实橄榄油用途很多，可以用来拌凉菜，取代部分食用油清炒菜肴，或者淋在全麦面包和沙拉上，都能轻松增加摄取量。虽然橄榄油价格比一般植物油高一些，但千万别不舍得这点投资。试想，每天用上1-2匙橄榄油，就可能换来降低慢性发炎、预防癌症与心脏病的回报，这笔账绝对划算。如今市面上有许多平价品牌可供选择，记得优先购买特级初榨橄榄油，因为其中的抗氧化多酚含量最高。请牢记，健康无价，该花的绝不能省。特别是像橄榄油这样有科学实证的抗炎食物，哪怕日子再苦，也不要忽视了它的价值。从莓果到橄榄油，以上我们探索的6类食物，看似平凡，实则都蕴藏着强大的抗炎与抗癌能量。让我们再快速回顾一下：缤纷的莓果提供花青素对抗自由基，深绿的叶菜满载维生素与纤维调节免疫，肥美的深海鱼输送 Omega-3 扑灭体内炎火，脆香的坚果种子贡献好油脂和抗氧化物守护细胞，红艳的番茄释放茄红素降低发炎隐患，金黄的橄榄油更是全方位降低发炎风险的液体良药。科学研究一再证实，慢性发炎与癌症密切相关，而我们的餐桌就是改变这一切的起点。或许有人会问，这些食物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答案是，它们并非绝对的灵丹妙药，但长期坚持将这些天然食材融入饮食，的确能在日积月累中改变身体的内在环境，让发炎远离，让癌症难以立足。俗话说得好，防患于未然，早早透过饮食改变体质，总比事后治疗要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这6类食物平凡易得，经济实惠，几乎每个人都负担得起。一小把坚果、一碗蔬菜或一颗番茄的价格，相较于昂贵的医药费微不足道，但带来的健康效益却可能是巨大的。现在就请你行动起来吧，从今天的餐点开始，试着为自己和家人的菜单增添这些抗炎好食物。也许是早餐来一杯莓果优格冰沙，中餐多加一份绿叶菜，晚餐用橄榄油清炒时蔬搭配烤鱼，再加上一碗番茄蛋花汤，饭后抓一把坚果当点心。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变，日复一日将汇聚成守护健康的强大力量。别让经济拮据成为牺牲健康的借口。俗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在有限的预算内，优先选择这些平价又营养的食物，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存下一笔健康基金。相信在正确的饮食指引下，我们每个人都能更有力地掌控自己的健康命运。最后，让我们记住，健康的身体是无价的财富。我们每一口吃下的食物，都在决定着未来将如何面对疾病的挑战。现在就踏出第一步，善待自己的身体，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就算再穷，也要舍得多吃这些抗炎抗癌的食物。从餐桌开始调整，我们一定能以更强健的体魄和更灿烂的人生来回报今天所做出的明智选择。为了远离慢性发炎与癌症，让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守护健康，创造美好的未来。